到看见昨晚没丢的垃圾，男人才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苍蝇在他眼中好像放慢了速度一样，甚至可以轻松地用筷子夹住。这还不是巧合，因为他已经连续夹中了8次。不仅如此，他好像还有了过目不忘的本事，看什么东西一遍就记住了。可谁又能知道，明明3天前他才不幸牺牲。作为一名刑警，叶默在一次缉毒行动中意外中弹，壮烈牺牲。再次醒来，叶默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看着墙上的挂历显示的时间，2006年6月1日。我这是重生了还是穿越？下班了，叶默。真羡慕你啊，又可以回家陪漂亮老婆了。明天记得早点来，别迟到了。看着这些陌生的面孔，叶默只能强笑着回应：回家？回哪个家？叶默压根都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最离谱的是，他竟然还有老婆。听单位同事那酸酸的口气，似乎他的老婆还很漂亮。叶默，你马上就要转正了，以后记得提拔一下咱们兄弟几个。转正？什么转正？还搁这儿扮猪吃老虎是吧？你老丈人可是咱们的市委书记。对啊，嫂子还是刑警支队的领导呢，你去分局随便当个小队长什么的，岂不是轻轻松松？听到同事调侃的话，叶默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还不简单，他必须马上了解当前的情况，要不然很快就会出现问题。叶默走到镜子前，发现自己这副身体和穿越前长得一模一样，名字也一样，唯一不一样的，自己现在是一名交通协管员，是一名辅警。可重生之前，自己明明是刑警。而对于他那位老丈人，他也了解了一下，自己的老丈人不仅是市委书记，还在这几个月暂时兼任市长的位置，可以说在整个宁海市，他的权力最大。叶默走出单位大门，一辆黑色奥迪突然停在自己身前。你什么意思？把手机弄丢了，早上被我爸说你2句，今晚就干脆不回家吃饭是吧？老婆。哼，上车回家吧。回家？回的是他的家，我是上门女婿，这不是龙王赘婿的剧情吗？一路无话，很快回到家里。一开门，叶默就察觉到一股凝重的气息。沙发上，丈母娘、老丈人齐刷刷地坐着。叶默，你过来一下。好的，爸。林轩开车请你回家这种事，我不希望还有下次。原来自己老婆叫林轩，这一家以为我这个女婿赌气，故意不回家呢。我不是不想回家，我是根本不知道家在哪啊。但看在漂亮老婆的份上，我还是老实的答应了。书看得怎么样了？什么书？你考公的书。你以为我是你老丈人，你就可以随便进来当公务员？我告诉你，笔试这关你必须给我过。爸，我明天就看。哼，不用看了，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叶默，这书是我爸特意给你弄来的，都给你快半个月了，你什么意思？叶默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刚重生过来，莫名的就多了一个当市委书记的岳父和一个当刑警队长的老婆。问你话呢，你哑了？这下子把叶默给惹怒了。重生前，他可是一名优秀的刑警，是个出了名的倔驴，对待罪犯都是毫不客气。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我一回来你们就搁这儿审问犯人一样审我。我入赘进来是给你们当女婿的，不是当狗的。要看我不顺眼，明天就去民政局离婚。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怔住了。这市委书记刚招了一个上门女婿进来，马上就离婚，这传出去，他面子还要不要了？叶默，反了你了！你这一切都是我给的，你凭什么大吼大叫？我逼着你给我了吗？我现在还真就不要了，离婚，必须离婚。说完，他也不等众人说话，转身回了房间。白眼狼，窝囊废，烂泥扶不上墙。当初是你们逼我和他结婚的，现在又对他发脾气，你们把我当什么？我们哪知道他这么一副德行，就是看他是个大学生，又没有父母，想着没那么复杂，应该会听话。鬼知道进门之后是这样。你们要是看不上他，那就离婚。离婚？离了婚，你让单位的人怎么看我？哪怕他死外面呢，这个婚也不能离。第二天一早吃早餐的时候，一家人也没什么交流。老丈人是市委书记，丈母娘是政治处领导，老婆是刑警支队的队长。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感觉没有一点的人情味。爸妈，林轩，我都想好了，从现在开始我搬出去住，明年这个时候，也就是6月份，我回来和林轩离婚。不是，你入赘我们林家，我们哪里亏待你了？给你买车，给你安排工作，你还不知足是吧？他要离就等他离，那就这样说定了，明年这时候离。好，谢谢爸妈的理解，那我走了。离开了林家的叶默，感觉人生有了新的开始。
首先，自己交通协管员的工作是不能辞的，没了工作就没钱。其次，为了不给林家带来影响，叶默并没有住在单位宿舍，而是偷偷租了个房子住。在这期间，他要考公，不是老丈人安排的交警公务员考试，而是他的老本行刑警。很快，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叶默凭借着过目不忘的本领，顺利地通过了考公务员的笔试。即使是面试，他也并没利用老丈人的关系，由于实力过硬，以综合第一的成绩被支队刑侦科看中。政审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竟然是市委书记的女婿。支队政委张建峰和林正山是老同学，周末的时候，两人在一起喝茶，提起了这件事情。老林啊，这么多年，不论是学场还是官场，你都委压我一头，我是不得不服啊！你这家伙的眼光是真的毒辣。你这又是从何说起？还给我装饰吧！你家女婿岳墨以综合成绩几乎满分考进了我们支队刑侦科，这么多年以来还是头一例。啥？你说叶默考进了你们刑警支队？是啊，你不知道吗？嗨，知道是知道，但是没想到他能过。得了吧，你自己女婿什么水平你自己不清楚，要没2把刷子怎能入你的法眼？不是，你面试过了吗？面试了，我以为他走了什么关系，所以昨天早上我亲自面试，一共6个备考人员，就只有叶默对我的问题对答如流，而且找不到任何毛病。说实话，我在刑警队这么多年，我没有遇到过这种天才，他给我的感觉仿佛一个从事多年的资深老刑警，我很欣赏这小子。什么叫以为他走了什么关系？我是会给小贝开后门的人吗？你的为人我当然知道，要不是正审查背景，还不知道他是你的女婿呢。当张建峰走后，林正山叫来自己的妻子，孩子他妈，吩咐厨房今晚搞几个好菜，另外把我战友送我的那瓶台子拿出来。咋啦？这是有什么喜事吗？叶默以第1名的成绩被刑警支队录取了。林轩啊，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晚上给他庆功。叶默考上了刑警，你们政委今天和我说的，我也是才知道。他不是考交警吗？怎么来刑警队了？你不就在刑警队工作吗？他这是想和你一个单位，赶紧的给他打电话。好的。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电话打不通，应该是换号码了。没事，年轻人有点脾气正常的，估计还在赌气呢。这都过去半年了，什么气能赌那么久？我觉得叶默是不会回来了。不可能，不然为什么放着更容易的交警不去考，偏偏要来刑警队？要知道支队每年才招1至2个，他还不是想和你一起工作吗？林轩并没有再说什么，一直以来在家里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其实并不讨厌叶默，而是讨厌包办婚姻。叶默正式成为刑警支队技术大队刑侦科的一名刑警，这是他第1天上班。队长叫杨建，还有2个同事，分别叫叶小雨和张小凡。张小凡是一个速记员，做的笔录非常的详细。叶小雨则是一名画像师，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记忆描述，准确地绘画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这2人都是警队不可多得的人才。杨队，出事了！宁冈区贺龙山公园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女人在买菜的路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每天都路过的槐树上竟然长出了一颗人头。奶奶，你看那是什么？女人只是看了一眼，就尖叫的赶紧捂住孙子的眼睛，随后慌忙的拿起电话报警。喂，110吗？出人命了，地址贺龙山公园。没过多久，杨建带着技术大队的人赶到。什么情况？接到报案人报案，在树上发现一颗人头，随后我们在附近进行排查，在那边的一个排水渠下面发现了一具赤裸的无头女尸，经过比对是一个人。走，去那边看看。现在的气温为3至6度，根据尸体腐败程度来看，死亡时间应该是10至12天前。被害者颈部切口粗糙，并非锋利刀具等器物所致。被害者身上有明显的擦痕，所以这里应该不是第一现场。被害者大概率是被拖行过来的，而这条路是通往市场必经之路，白天人流来往密集，所以大概率行凶时间为晚上。右前方地面有残留血痕，血痕所指方向是公园南侧树林，所以发现人头的地方才是第一现场。可以啊，小伙子，你是法医吗？我是宁海市刑警支队新入职的刑警。头，这位是省政法委书记的夫人，就是他报的案。什么？属下的话让杨建下了个170，赶紧打破叶默2人的对话。叶默，说一下你对这案子的理解。凶手的第一作案现场和抛尸现场距离不过300米，而且被害人颈部的切痕也不是利器所为，很像是石头或者是别的不锋利器具，因此可以判断
凶手身上并没有带刀具、斧头等凶器，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起有预谋的凶杀案，很有可能就是临时起意，路边找到什么工具就用作凶器。既然无计划、无预谋，凶手肯定会留下很多线索，相对来说，这案子的破案难度就不会很高。那叶墨，如果说假如这案子交给你负责的话，你多久能破案？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全力侦破的话，10天之内应该可以破案。那这样，一会儿林队长过来接手这件案子，你去给他当助手。林队长。没过多久，林轩便赶了过来。林队，他从小受父亲培养，无论在体能还是理论方面都很优秀，更是警队第一的神枪手，有着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在任职生涯中屡屡立功，是刑警支队里头最年轻的一名干部。他一出现，现场所有办案民警都更加严肃起来。杨队，指挥中心让我来接手这件案子，你简单给我讲一下目前的情况。林队，我给你引荐一位同志，他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刑侦员，他叫叶墨，他的破案思路非常不一样，仅用了2分钟就判断出了第一现场。我认为本案想要快速破案，必须重用这位同志。好，我知道了。说完，林轩就开始观察尸体。被害人双手比较细腻，不像是从事劳力活动的人群，肚子上有妊娠纹，初步判断已婚，生过孩子。被害人尸体加上头颅，应该在1.6米上下，手上的金戒指还在，由此可以判断凶手的杀人动机并不是残杀。如果不是谋财，那凶手的杀人动机就有可能是奸杀、情杀、仇杀。结合被害人情况来看，奸杀的动机很大。我建议先把尸体运回去支队法医科进行尸检。被害人身穿千禧牌的内衣，一件要好几百。2006年，几百块一件的内衣，普通收入人群一般不会买。可以说，这个被害人很有钱。被害人身高160，家境优越，戴金戒指，生过娃，还有什么重点没有？叶墨。根据身形来看，体重大概在100斤左右。失踪时身穿黑色皮衣、黄色灯草绒裤子和一双黑色的高跟皮靴。虽说叶墨是个新来的，但是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场，能瞬间让所有办案民警以他为中心，甚至连林轩都在仔细地听着叶墨的分析。叶墨，那从头颅上又能看出什么线索吗？叶墨随后蹲下仔细地观察起来，看着叶墨如此冷静地检查被害人头颅，推理被害人死因，一旁的林轩心里很惊讶，这完全就像是变了个人，缜密的推理，冷静的分析，像极了一名经验老道的刑侦专家。被害人头颅上有几处创伤，头骨严重碎裂，被害人大概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根据伤痕的状态来看，凶器不像是铁锤、榔头等器物，反倒是像石头、砖头。他的推理异于常人，法医需要详细尸检才能得出的结果，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真正的刑侦天才。叶墨，我现在任命你为专案组副队长，配合我10天内破案。是，我一定尽全力破案。很快，叶小雨根据被害人脸部特征和残留的一些组织，大概复原了一下被害人的素描画像。叶墨仔细对照了一下，略感惊讶，他确定被害人生前长相和这素描画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警队有叶小雨这样的天才，可以说真的很难得。叶墨让人将这画像打印出来，然后张贴寻尸启事。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确认被害人的身份。但这件案子比较诡异，叶墨直觉告诉他，凶手根本就和被害人完全不认识，所以即便是知道了被害人的身份，你也很难通过排查被害人身边的人员进行调查。而且案发时间为10多天前，监控录像早已失去了时效，哪怕是可以查监控，这年代的监控摄像头也没有普及。一路走来，叶墨就看到了一个摄像头，所以这件案子破案难度很大，更多的还是要靠周边的居民提供线索。支队领导对这起案子十分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破案。10天，你有没有把握？有。你以前是不是学过刑侦？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为什么之前不和我爸说？林书记有自己的想法，这点林队你比我更清楚。那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不要因为以前的事情影响了工作。多谢领导不计前嫌。两人相视笑了一下，似乎之间的隔阂少了一点。他每天都要给这个男人10巴掌，还要让他跪榴莲壳，男人却不生气，反而很享受，只因他是女人包养的男大学生。但这种事今后不会再发生了，因为女人已经躺在冰冷的停尸间里。就在2天前，女人的尸体被发现，刑警队的林轩和叶墨根据被害人衣物上残留的草本植物来到药品市场。据老板的回忆与药店的监控，20号下午，被害人来买过一小袋云阳货，这是一种壮阳药，而从药店到案发地只通一班公交车。6号公交车的终点站是大学城。这大学城和这案子有什么联系吗？一个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女人来买壮阳药，目的是什么？给自己老公补身体。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她应该是没有老公的。那就是情人或者是包养的男人。没错，后者可能性最大。再结合这路公交车终点站是大学城，我有理由猜测被害人是居住在大学城附近，并且靠自己的财力在包养男大学生。所以你认为他过来买补肾补气的中药是给他包养的男大学生用的？有这样的可能。
那我们现在去大学城走访一下。正有此意。林队，如果你是一个富婆，想来大学城找小白脸，你会怎么做？我会在大学城这边开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卖烟卖酒，以此更多的接触他们。没错，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同样的，学校门口有很多便利店，有很多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会去兼职打工，尤其是值夜班。这时候，这些想找小白脸的女人可以经常去便利店买东西，从而和那些大学生套近乎。所以说，我们首先应该走访的就是便利店。Yes。二人来到宁海石油大学门口的一间便利店，便利店里有一名年轻男大学生正在看店。叶默让林轩进去问问他，因为林轩长得很漂亮，男生见到她都会愿意和她多说一些话。欢迎光临，想买什么随便看看。同学你好，我想和你打听一下，你们学校附近有没有经常出现一个女人，45岁往上的样子，打扮得很有钱，并且有包养男大学生的情况？有啊，有个女人经常来我的店里，还多次问我要不要和她出去吃饭。是她吗？对对，就是她，但是她已经好久没来过了。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上个月20号的那天晚上吧，她过来我这里买那个避孕套，还问我哪种好用。那她当时身边有什么人跟着她吗？当时倒是没人跟着她，但她是从那个卓一宾馆下来的，和她一起去宾馆的是我们的一个同学。当时我们都在开玩笑，说什么第二天得买猪腰子补了。你们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叫周泽强，是动力工程系大2的学生。好的，谢谢了。男生被林轩的笑容迷得瞬间失了神，一时间几乎忘记了自己姓什么了。他从没见过长这么好看的女人，哪怕学校的校花也不及她1/10。等他回过神来，林轩早已经不知道去哪了。很快，叶默和林轩来到卓一宾馆，在调查了宾馆的开房记录之后，叶默锁定了一个目标，一个叫做刘桂红的女人。她是宾馆的常客，在这个宾馆办了月卡。而且他和那个叫做周泽强的男生有过将近100次的开房记录。不仅如此，他还和其他20几个不同姓名的大学生有过记录。但从上个月20号之后就没有一次的开房记录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叫刘桂红的女人就是叶默要找的被害人。叶默立马拿出警务通，输入宾馆登记的身份证号码。刘桂红，48岁，南云人，暂住证是3年前办的，登记的常住地址是宝安区龙华路27号。你好，这个刘桂红你应该相对比较熟悉吧？他出什么事了？他遇害了。好，我知道了，你们有什么要问的，我全力配合。这个刘桂红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说实话，这个女人很招人讨厌，她说话很大声，脾气很不好，经常打骂我们的保洁员。要不是她出手大方，我都不想把房间给她。不仅如此，她私生活也很乱，经常带不同的男学生过来过夜。而且这个女人很不爱卫生，酒店房间被她搞得又臭又脏，我们保洁员因为她都走了好几个。她是不是很有钱？岂止是有钱，我亲眼见过他提着一个口袋，里面全是钱，至少有10万。那你知不知道他和什么人有过节吗？他身边出现的人全是那些男大学生，而且他都不把他们当人的。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他当着我们打了人家一个学生50几个耳光，还让他跪下认错。我要是被他那样侮辱，我也想杀了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上个月10几号吧。上个月10几号是那个叫周泽强的男生吗？应该是，那个男生很高大的，1.85米以上，长得很帅。好的，谢谢你的配合。走出宾馆，叶默深吸一口气，今天一天的调查没有白费。林队，需要辛苦你回大队一趟了。你召集专案组，把今天的工作总结一下，然后想办法联系这个刘桂红的家人，让他们过来进行 DNA 比对，一定要尽快确认被害人身份。那你呢？我要继续调查一下那个叫做周泽强的男生。这种事情交给其他办案民警做不行吗？你昨晚就没睡几个小时，今早6点钟一直到现在，你打算今晚继续通宵？案子一天不破，我一天都睡不好觉。这个案子破了，还会有第2个案子，难不成只要有案子你就都不睡觉吗？我知道的，你放心，我今晚一定好好休息。我放心什么？我放心，我要是走了，你今晚绝对不会睡觉。你要继续办案可以，我陪你。那好吧，你安排2个办案民警调查一下这个叫做周泽强的学生，我现在跟你一起回大队。好，我马上去安排。富婆50块钱就买我一夜，你不要过来啊！发现我不行，于是第2天逼着我吃了10斤壮阳药，就这样都满足不了他，还不到3个月就把我给搞缩阳了，这我可不敢让他知道。于是我离开学校，偷偷跑回了家，躲了20多天。就当我以为他不再找我的时候，警察却找上了门。就这样，我被带回了警局。姓名：周泽强，20岁，身高185，上学2年半，喜欢唱跳、rap、篮球。停，我们这不是偶像练习生。上个月21号，你在什么地方？我20号就回老家了。你在学校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突然回老家？身体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我阳痿了。所以你这20多天都在治病？是的，每天都在吃药。
你的病是刘桂红造成的吧？是的。他一个月给你多少钱？2000。你就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你交代一下，案发前一晚，你和被害人都做了些什么？看来他并不是凶手，他不具备作案时间。小雨，怎么还没下班？外面下雪了，好大的雪啊！听你呼吸，怎么气喘吁吁的？下雪吗？他们给皮卡车装防滑链，让我去帮忙推一下车，给我累的，哈哈。防滑链？知道了，凶器不是什么石头，而是车子防滑链的铁锁。由于被害人颈部切口的缘故，我一直把凶器当成了石头。然而被害人头部有几处的伤痕呈四方状，我以为是方形石头或者是砖头所致。但刚才小雨突然提到了防滑链，我这才想起，大雪天我们出勤的车都要加装防滑链，而所有政府单位用的都是统一的防滑链。而那天唯一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政府单位车，就是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车。那我们再去一次药材市场。是。老板，你给我说实话，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人那天来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个叫罗志军的王八蛋，每个月都要来强行问我们要红包。问你要多少钱？1个月要给他200块。这个人平时性格怎么样？吊儿郎当的，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喜欢打麻将、喝酒，有时候还对我们一些商铺老板娘动手动脚。有一次商铺老板请吃饭，他喝醉了酒，调戏人家老板娘起了冲突，最后还把4、5个人都给打住院了。4、5个人都打不过他？这个人是个练家子，眼睛瞪你一下，你都害怕。这么嚣张，难道就没人管？管不了，据说他有个亲戚在省里头当官，后台硬着呢。有个厅级干部当后台，确实有嚣张的资本。如果罗志军真的是凶手，那他的后台多多少少也会被牵连。所以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能贸然行事。那我们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找证据？案发时，凶手使用铁锁敲击被害人头部，致使失去抵抗后，拖到小树林里用石头块残忍分尸。这个过程中势必会造成血液的大量喷溅，而当时大雪天气，气温极低。如果凶手是罗志军，根据药材商贩所说，他那天穿的是一件体制内分发的棉大衣，被害人鲜血喷溅到衣服，会渗透到棉衣里面的棉花上，不管是棉衣表面还是里面，这都是清洗不掉的。当然，如果罗志军将衣服烧了或者扔了，那么唯一的证据也会消失。可这种体制内分发的备装价格不便宜，如果弄丢了是要写报告的，严重者还会被处罚，即便是更换新的，也要将旧的收回去。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突破口。以凶手抛尸的情况来看，他的智商并不高，很可能会在大冷的天用热水去洗棉大衣，最后导致血液彻底凝固。衣服上染了血是不能够用热水来清洗的，哪怕是冷水也洗不干净，只有用漂白粉和双氧水才有可能去除少量的血渍。我觉得不管这个罗志军是不是凶手，我们都应该将他抓起来调查。他背后有后台，我们背后有国家，哪怕他不是杀人凶手，他收黑钱的行为也够判他好几年了。既然如此，马上对罗志军实施抓捕。经过调查，发现罗志军并不在单位。据知情人透露，这家伙在一地下赌场赌博，赌博场所叫丽丽游戏厅。你谁啊？我是宁海市刑警支队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警察？叶墨之所以大声把自己身份说出来，目的就是为了看看罗志军究竟会有什么反应。正常来说，一个公职人员在赌场被抓到，他会想办法找关系，找个机会告诉警察自己的后台是谁，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但罗志军不一样，他听到刑警2个字，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了，他浑身都在发抖，额头上大颗的汗水涌出来，然后突然拼命地往外冲去。叶墨见状，立马和林轩2人追了过去。但这个罗志军似乎不太聪明，自己把自己送进了一个死胡同。眼见自己没有了退路，罗志军想的不是和对方妥协商量，而是涌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杀人灭口。罗志军宛如一头熊猛扑过来，而在叶墨眼中，他仿佛放慢了速度一样。就在罗志军一刀刺过来的时候，叶墨轻松闪身避开，随后抓住其手腕用力一拧，紧接着反手一拳砸在罗志军下颌，只听咔嚓一声，罗志军当场昏迷，一头栽到了地上。见到这一幕，林轩眼睛瞪大，直接呆在了原地。他震惊的不是叶墨的格斗技巧，而是他从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就好像这很理所当然一样。林队、叶队，据罗志军单位后勤部的人说，上个月22号他申请换了一套制服。那旧的那一套呢？没有回收吗？被他烧了。烧了？看来这个罗志军果然不对劲。林队，一会儿审讯的事情交给我，你来监审，另外全程录像。好，我知道了。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兄弟，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让我打个电话怎么样？打给谁？打给王秘书吗？不是，我不就是打个牌而已，我犯什么罪了？我告诉你，识趣的话马上把我放了，否则你后果自负。你可能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我给你解释一下，这里是宁海市刑警支队，负责处理重案要案的机构，我不是抓赌的，我是抓杀人犯的。杀人犯？我杀谁了？上个月21号早上，你去了哪里？我没去哪里啊，下大雪，我躲家里睡觉。你确定？我去药材市场了。去药材市场做什么？当然是去监督工作啊。监督工作还是去收钱？收什么钱？没证据你可别信口开河。你少给我打哑谜，
21号上午，你前往清平药材市场，向金马药材铺、金阳药材铺、参海药材铺等铺面，一共收取了所谓的管理费共1700多元。你滥用职权，你在违法，你知不知道？谁告诉你的？是王金龙还是赵坤？怎么，你还想回去报复他们？我哪有这个胆子，我就问问而已。问清楚了，好回去把他们都杀了是吧？不是，你开口闭口就是杀人，我杀谁了我？我告诉你，我哪怕是贪污了、赌博了，那也是归反贪局管，干你一个破刑警什么事？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回头我就让人撤了你的职。我叫叶墨，现任213宁冈公园分尸案专案组组长。清平药材市场的人亲眼看见你开车往宁冈公园公交车站驶去，你为什么还要撒谎？你的意思是人是我杀的？你认为呢？你有证据吗？证据马上就来。在此之前，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杀他？人不是我杀的，人就是你杀的。你有证据吗？你就是个畜生，你猪狗不如。证据？没有证据，我要告你诽谤、陷害，我要告你，我要你死。你杀了人，你马上就要被枪毙了。你胡说，你他妈胡说！你为什么要强奸被害人？强奸他？你有病吧？我们在被害人体内提取到了 DNA 信息，经鉴定和你枕头上找到的毛发一致。你胡说八道，我根本没有强奸他，就他那张恶心的脸，送我都下不去手。你怎么可能有我的 DNA？ 你分明就是诬陷！你炸我！你刚才说你见过被害人是吧？那是你在诱供，这做不得证据。我没说这能当证据。那你为什么用手铐锁着我？你使用凶器袭警，袭击的还是市委书记的女儿，还有他的女婿。是市委书记。此刻罗志军的心里只有2个字：完了，彻底完了。如果你不想牵连到你姐姐和姐夫，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把上月21号发生的事情交代清楚。没有证据，我一个字也不会说。24小时内，请立马把我放了，否则就是市委书记来了也没用。就你袭警这件事，24小时都不可能放你，你不招供也行，我们有的是时间。林队，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他要是死不承认的话，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最多也就判他个2-3年。叶队，我找到证据了。继续说。我在罗志军家中找到了一双制式棉鞋，我将棉鞋割开，发现里面的棉花上有干涸的血迹，我于是将这些棉花送去进行 DNA 提取，刚刚结果已经出来了，和被害人刘桂红的 DNA 一致。好样的小雨，辛苦了。不辛苦，案子破了之后，你请我吃顿饭就行。当然，请，必须要请。林队、叶队，领导找你们。小林啊，听说你们把王秘书的小舅子给抓了，这怎么回事？他就是213分尸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你们这么快破案了？正在审讯阶段，因为罗志军身份特殊，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都没有汇报。这是我们在罗志军家中找到的犯罪证据，他鞋子里血渍提取的 DNA 正好和被害人的 DNA 一致。太好了，你们俩可真给咱们支队长脸，你们回去接着办，其他的交给我就行。是。叶墨仅用7天就破获了无头女尸案，宁海市公安局授予林轩、叶墨个人2等功，授予专案组集体3等功。当晚，专案组成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功宴，并且都获得了2天休假。与此同时，市委书记林正山却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老林啊，有个事儿你一定要帮我。你客气了，说吧。是这样的，我小舅子刚升任安水县公安局长，这一上任，当地就发生了凶杀案。听说你有个女婿，破案很厉害，你看能不能帮个忙，调他过去，10天之内把案子破了。10天？你这……没办法，当地警力落后，连法医都没有，这案子要成了悬案，我小舅子可就到头了。15天怎么样？15天不行，只能10天，案子破了，我请你吃饭。好，10天就10天，我马上安排。林正山虽然是满口的答应下来，但他非常的为难。叶墨虽然办案能力强，但毕竟经验不足，他不想给自己的女婿和女儿施加压力，更何况这个女婿还被自己赶出了家门。但考虑自己的正途，林正山还是硬着头皮拿起了电话。叶墨，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还可以，书记。书记，林正山眉头紧皱，但很快明白过来。叶墨，安水县有件案子，需要麻烦你去一趟，如果你能破案，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安水县是我们宁海市的管辖范围，我身为刑警，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杀人抛尸案，你有把握多久破案？一般情况下，10天足够了。10天？叶墨，你是说真的？一般来说，凶杀案超过10天破不了案，大概率都会成为悬案，所以这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听到这句话，林正山很震惊，他完全没想到，如今的叶墨竟然蜕变到了这个地步，自己这个女婿往后绝对前途无量。等你破案，我给你1等功，并向省公安厅给你申请特别荣誉。不用，破案是我的职责，否则我也不会来刑警队。林正山见此也不好再说什么。叶墨走出办公室，林轩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案发现场那边已经有办案民警和法医在进行勘查了。
案子具体是个什么情况？3小时前，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报警人称在安水县云香山山林里发现了一具浑身赤裸的无头男尸。又是无头尸体，最近怎么老是出现这种案子？正因如此，所以安水县公安局才会请求我们协助。安水县云香山距离支队有30多公里路程，叶墨他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这比刘桂红的案子还残忍，这要没什么深仇大恨，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根据尸体上的尸斑情况来看，死亡时间大概是3天前，脖颈和特殊部位的伤口为割裂伤，由此可以推断，凶器大概率是一把小刀。用一把小刀，一刀一刀的割，这得多残忍呐！被害人身上有大片淤青和捆绑痕迹，意味着他生前受到过非人的虐待。我猜的没错的话，被害人应该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被人生生割掉了特殊部位。如果说被害人活着的时候遭受虐待，那么这里很可能就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正常来说，被人割掉的那里，如果不及时就医的话，是活不了多久的。小凡说的没错，此地处于大山深处，上面200米处有一条乡道，如果没有交通工具，是不可能将一具尸体带到此地的。那叶队，根据你的分析，被害人身高体重是多少？加上头部的话，身高大概在165左右，体重140斤上下。叶墨的眼睛有着特殊的能力，是其他办案人员不具备的，所以他能看到很多人看不出的数据。被害人身形臃肿，身高矮小，手掌粗糙，皮肤黝黑，应当是常年从事劳力活动的底层老百姓。而且被害人胸口有被水泥腐蚀烧伤过的痕迹，应该从事水泥工之类的工作。我看未必，被害者胸口的伤应该是一种气疮，是接触性皮炎的一种。被害人不知道用什么治疗过，所以才会呈现出一副好像被水泥腐蚀过之后的样子。而且被害人的左腿和右腿不对称，脚掌也比右脚掌小很多，应该是有残疾，行动不便。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从事水泥工和水泥搬运工这种工作的。那接下来我们调查的方向是什么？还是正常流程，先寻找被害人头颅，这是确认被害人身份的关键。这起案子相对于刘桂红案没有那么复杂，刘桂红遇害时间太长，超过了20天，凶杀案破案时间拖得越久，破案难度就越高。而这起案子被害人死亡时间不超过3天，针对案件的调查也就相对没有那么困难。就在叶墨还在思考着突破方向，一旁的声音打断了他。叶墨，肚子饿没？先吃点东西吧。林队，您这折杀我了，还让您给我去买饭，盒饭多少钱？我马上给你。说着，叶墨立马拿出钱包。面对叶墨的举动，林轩微微一怔，随后低下了头。大家都是同事，别这么见外。那不行，下一顿算我的。林轩没再说什么，两人静静地把盒饭吃了。林队，我总结了几点：首先，凶手应该是个智商比较高的人；其次，他对当地环境非常熟悉；最后，他家里一定是有车的，摩托车、小车，甚至是3轮车，这样才可以将尸体运到那么高的地方进行抛尸。如果是摩托车，那么被害人应该是被什么东西裹起来，绑在摩托车后面进行运输的。林队，你提醒了我，我这下知道为何被害人身上没有出现荆棘划痕了。如果说凶手用布裹着尸体，顺着荆棘滚下去，这样的话，尸体就不会在半山坡上的荆棘植物上留下痕迹，也不会卡在那些植物上面。凶手抛尸的时候应该是想不到这一点的，这大概就是个巧合。凶手用布裹着尸体的目的，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也就是说，运输尸体的交通工具是没有遮挡的，那就只剩下3轮车和摩托车。那我们只要重点调查当地拥有摩托车和3轮车的人就行。没错。对于林轩来讲，叶墨和他真的是一对极好的搭档，两人每次合作破案，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块儿去。以前的林轩从没想过自己和叶墨两人在一起能产生这样的化学反应。